没有错，伟哥就是辉瑞的产品。根据统计，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伟哥的销售量是平均每秒钟4粒。CD 拿飞 ，CD 拿飞的，你的大大的有的。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哥。新冠疫情前浪推着后浪，在北美、欧洲各国已经演变成了疯狂的海啸。意大利专家说，在2019年9月已经有新冠在意大利流行，这也要争个抢先版。果然得到了证实的话，那么中国这个锅就不用背了，老川也可以歇口气了。这个不是咱们今天的重点，飘归正传。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各地爆发了华盛顿100万 Mega 挺川大游行。可以预见到，大游行之后新冠确诊数字继续飙升。在这样的疫情之下，千呼万唤出不来的疫苗就成了万众瞩目的救命稻草。而被媒体炒得轰轰烈烈的辉瑞疫苗，上周刚刚给大家打完一针鸡血，又来了一针狗血。辉瑞 CEO 和高管趁着利好消息，股价暴涨，抛售了他们持有的股票，获利1000万美元。所谓疫苗还未上市，先割一轮韭菜。于是呢，人们对辉瑞疫苗的各种猜测和质疑也随之而来。小伙伴们，如果辉瑞疫苗上市可以让大家接种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去打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辉瑞这家公司和它的疫苗的实验过程进行多一点的了解，再决定呢？今天给大家来点下酒菜，我们就来扒一扒辉瑞这家号称世界最大的制药公司。美国辉瑞公司成立于1849年，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了。辉瑞最初呢以生产化工产品为主，药物只是公司经营的一部分。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辉瑞公司向北军提供了大量的药物，淘到了第一桶金，公司也随之成长。战争结束后，辉瑞的主要产品是柠檬酸，而在1928年，青霉素被英国的细菌学教授弗莱明发现之后，辉瑞公司非常敏锐地转入到抗生素领域，并成为当时唯一一个使用发酵技术生产青霉素的企业。随后发生的2次世界大战又给辉瑞公司大放异彩的机会，因为他们当时领先的发酵技术可以为美国军方提供大量的并且是非常低成本的青霉素。尤其是在著名的诺曼底登陆一战，辉瑞向盟军提供的包括青霉素在内的药物，被认为极大地改善了盟军的伤病状况，为2战的胜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辉瑞公司也因此得以飞速的发展，尤其是在药物研发方面成绩喜人，也是囊中鼓鼓。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土霉素就是辉瑞公司的研发项目之一。而真正让辉瑞公司登上美国最大的药企宝座的是1998年辉瑞研发的西地那非。这个药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我告诉你它的俗名，小伙伴们就知道了，叫做什么呀？小伙伴们，叫做伟哥。没有错，伟哥就是辉瑞的产品。根据统计，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伟哥的销售量是平均每秒钟4粒。CD 拿飞 CD 拿飞的，你的大大的有的。这就是 CD 那非。辉瑞因为伟哥的巨大成功而取得丰厚的利润，一跃而起。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开始了收购之路，并且将业务扩展到了全球。在过去的20年中，辉瑞在医疗保健、护理业等等不停的收购和兼并，终于发展到了今天的世界医药研发和生产的巨头，全球最大
没有之一。下面再来聊一聊辉瑞的新冠疫苗。咱们在上一集介绍了，辉瑞疫苗采用的是当前最尖端的 mRNA 核酸技术。在上周，辉瑞给全球打了那一针鸡血当中，除了 90% 有效之外，并没有太多的细节透露。这个 90% 是什么意思呢？值得掰扯掰扯。话说，这个辉瑞疫苗需要打2针，第1针之后相隔21天再打第2针，叫加强针，而疫苗的保护作用是从第2针之后的第8天开始的，因此从打第1针到后来开始生效，一共是28天。辉瑞从2020年7月开始，陆陆续续的在美国、巴西、德国、阿根廷、南非还有土耳其等等6个国家，一共招募了大约 4.4 万名参与者，给其中一半的人接种了疫苗，另一半人注射了盐水安慰剂。然后呢，跟踪调查。这项实验的原定计划是分3个阶段进行分析。第1个阶段主要是等到有62人感染新冠，第2阶段是92人，第3阶段是164人。这都是经过严格计划而来的。因为每一个阶段呢都需要足够的感染病例才能够有分析数据。结果还没来得及做第1阶段分析，跟踪发现已经有94人感染了，于是呢就直接跳到了第2个阶段。而关于这94个新冠感染患者，辉瑞的报告中没有明确的说明几个是打了疫苗的，外界只能够根据 90% 有效这个数据进行推断，那么呢推测出打疫苗的可能是9个人，其他的85人是打了安慰剂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反正呢，辉瑞一看这94个感染的不到 10% 是打过疫苗的，远远超过了 FDA 规定的门槛，就立即宣告阶段性的成功，让全世界的小伙伴们都振奋了一下。他们的高管也趁机把股票给卖了，套现。辉瑞宣称要向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也就是 FDA 提交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但是再走捷径，这个正式提交也是必须要等到试验结束，也就是说第3阶段有足够的164人感染以后，分析报告出来，全体都出炉了之后才能够向下进行。这样看来，这个第3阶段的实验结果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个结果呢，从我们现实情况来看应该是快了。为什么呢？就是现在的疫情的爆发程度从94人激增到164人，天天的游行啊、示威啊等等，应该需要不了多少天。当然我们都希望最终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辉瑞高管在成功之前夜卖掉了股票，这不是让人很费解吗？另外，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的是，打过疫苗之后，除了能够预防感染，是否能够减少或者停止传染病毒给其他人呢？因为在这个 4.4 万人的跟踪实验过程当中，如果存在无症状感染这种情况，是基本无法跟踪记录的。所以说，不经过真正的大批量的市场使用，我们对这个疫苗还有很多的不了解，只能够靠时间去检验。辉瑞疫苗阶段性的胜利虽然是振奋人心的，但是要进入市场，到达每一个使用者，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解决很多的现实的问题。比如这个运输环节，基于合成的 mRNA 活化免疫系统的这个疫苗，需要存储在华氏零下70度或者更低的温度的环境，这对疫苗在运输环节提出了很大的要求，或者很高的要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大大的影响疫苗的有效性。同时，这种 mRNA 核酸疫苗的技术是第一次应用于人体免疫，持怀疑、观望态度的人众多，效果如何，有没有潜在的副作用，只能用时间来证明。再考虑到疫苗的生产能力也是一个瓶颈，所以即使疫苗上市，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达到足够数量的人群接种来满足群体免疫。
也就是说，疫苗出来之后需要多长时间疫情才能得到控制呢？换个角度，万一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疫苗大量使用之后的效果并不能够完全的阻止病毒的传播，又怎么办呢？我们上面说了，疫苗接种之后的28天开始发生保护作用，在这28天之内，感染风险仍然存在。另外，对接种疫苗之后的人群是否还能传播病毒，仍然一无所知。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在这里不得不提，就是在发稿之前1分钟，另一个疫苗研制中心莫德纳发布最新的信息说，他们的高度有效达到了 94.5%， 而且不需要低温保存，冰箱里就可以鲜活1个月。股价应声而上涨。就在一片欢呼声中，正如敏锐的网友们所期待的，莫德纳 CEO Stephen Bancel 卖掉了他的 40% 所持有的股份，价值是8300万美元。除了割韭菜，我还能相信谁？除了你，我还能相信谁？你不让我唱，我就不给你上菜。就是这么严肃的话题，被一波一波的镰刀声切得齐刷齐刷的。而这个莫德纳说起来大家并不陌生，这就是江湖中相传的人类清除计划的一部分的微软比尔盖茨的投资基金所支持和拥有的研制团队。Bingo！ 在这个系列里，看来我们要继续的砍一砍清除大师莫德纳了。小伙伴们愿意听的请留言举手。快乐的八卦星球运行，享受预言的神奇朦胧，去除人生的烦恼杂陈，探寻人生的真谛回声。现实传闻全放弃，还是预言最给力。OK， 印度神童阿比亚他说，今天的免疫力就是明天生存的机会。这个免疫力真的可以靠疫苗来得到吗？真正能够阻断病毒传播的，除了时间和空间，是不是只有神了呢？就像我们前几期指出的那样，神给我们指引了一个方向，如果人们不去遵循，新冠疫情将会旷日持久的存在。疫情的终结者到底是谁？是神？是人？还是疫苗？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愿意在疫苗出来之后勇敢的去先吃螃蟹的，请在下面举手留言。让你们给这期起个名字的，你们也没有回信儿，那就叫大蒜的一生吧。好的，今天就讲到这里，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孤独看飘哥。Peace out。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辉瑞公司向北军提供了大量的药物，淘汰了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辉瑞公司向北军提供了大量的药物，淘汰了，又是淘汰。